我在小区楼下做运动，突然有人往我口袋塞东西。打开红包，代表同意将你15年寿命借予我，转增都气，全家死光光。我赶紧拿着红包追上老奶奶，一把拉住老奶奶，跑这么快干嘛？放开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个小年轻发什么神经？你把红包塞我口袋，是要借我的命吗？什么见命不见命的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拉着我一个老婆子胡说八道，再动手动脚，我可就喊非礼了。好家伙，这演技不去拿个奖都去看。平时做出来的都是被我阴气吸引收，今天要新鲜，居然有人上门来借我的命。不说话，肯定是他了。小样儿，红包是你自己拆的，现在想反悔也晚了，你就认了吧。行，我不碰你，我这人尊老爱幼，就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真的确定要借我的命？神经病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再拦着我随便往地上一躺，磕了碰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好，这就是你自找的。一个面容和善的老奶奶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同情。小伙子，你是新搬来的吧？是啊，阿姨好，刚来没2天。哎呦，看着小伙子多好啊！哎，刚才那个胡燕也是这小区的，你是不是被他塞红包了？是啊，说是要借命，简直是缺了大德了。他那个宝贝孙子常年生病，这家人就想出这种歪门邪道，到处骗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寿命，给他孙子续命。之前好几个小伙子都着了道。哎，他们一家子以前是把红包扔在显眼的地方等人捡，可能又怕被我们这样的老头子捡了，现在就直接塞口袋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事儿没人管吗？就没人报警？报了能有什么用？之前有个小伙子就报警了，警察一来，他们就说是闹着玩，红包是还回去了。可是这红包只要打开了，就算你同意了，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盯着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小年轻下手。哦，专挑软柿子捏，可惜了，这次捏到是个污点，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能不能受得住这15年的阴命。小伙子，你好自为之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我走到自己家门口，正要掏钥匙，隔壁门里传来压低了的说话声。我动作一顿，隔壁的门牌号正是胡烟家。妈，那小子把你拦住了，他不会找上门来吧？怕什么？找上门又能怎么样？之前又不是没人找过，不都灰溜溜的滚了？来，我的乖孙，多吃点，奶奶又给你借来寿命了，你马上就能好起来。还是妈有办法。放心，我不会上门，因为麻烦会直接在你家里生根发芽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。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。我的外婆生我母亲时难产而亡，那天恰好是阴年阴月阴日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尸两命。不曾想头七那天，棺材里竟传出了婴儿的啼哭，大家这才知道母亲还活着。一个路过的僧人看到后说，这是鬼婴，天生脚踏阴阳两界，命格诡谲。我的母亲长大后果然能看见常人所不能见的。母亲曾经抱着我去算命，算命的看见直接绕道走，说看不清来路。我长大后更是继承了这一切，身上的死气甚至比活气还要足。借命借到江者头上，这可真是寿星不上吊，嫌命长啊！突然，隔壁传来一声刺破耳膜的尖叫：“哎，我的腿！妈妈，我的腿里有东西，有东西在里面爬！”尖叫声后是桌椅被撞翻的巨响，以及胡燕和雀德惊慌失措的叫喊声。敏儿，我的乖孙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快来！明明妈妈在，怎么了？跟妈妈说。我拿起遥控器，按下了静音键，世界瞬间安静，只有隔壁的惨叫和混乱还在隐隐传来。好戏开场啊！刘玉抱着在怀里不断挣扎的儿子雀明。明明别怕，妈妈在这儿，你怎么了？窗户有个影子在那儿看着我。刘玉猛地看向窗户，外面空空如也，窗外画面给个树枝，风吹动着树叶。没有，明什么都没有，你看错了，是树影子啊！疼，腿疼！妈妈，有东西在咬我，好多东西在咬我的腿。刘玉慌忙伸手去摸儿子的腿，手掌刚一接触到，就像摸到了一块烧红的烙铁，猛地缩了回来。好烫，老公，快来！雀德和胡燕也冲了过来，雀德手忙脚乱地去摸儿子的额头，
他发烧了，明明一直在说胡话，赶紧送医院。哎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送医院啊！我可怜的乖孙。胡燕怕孙子路上着凉，急忙从卧室里抓来一床小棉被，不由分说的把已经烧得滚烫的雀明裹了个严严实实。妈，他发烧不能捂着。你懂个屁！小孩子发烧最怕见风，冻着了怎么办？赶紧走！刘玉来不及争辩，抱着裹成一个粽子似的儿子，疯了一样冲出家门。刘玉抱着儿子跑在最前面，刚冲出小区门口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就从拐角猛地冲出，车头在离刘玉膝盖不到几厘米的地方堪堪停住。刘玉为了躲避，身体猛地向后一仰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啊，我的腰！你他妈找死啊！眼睛藏裤裆里了，出门不看路的吧？想投胎也别拉上我啊，晦气！司机骂完，把头伸回去，骂骂咧咧地开着车走了。胡燕和阙德出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胡燕一见孙子差点出事，立刻把所有火气都撒在了摔在地上的儿媳身上。连个孩子都抱不稳，差点害死我的乖孙，一点事都做不好。阿德，你赶紧报上名儿。阙德看了一眼地上疼得起不来的老婆，又看了看哭闹不休的儿子，急忙从刘玉手里接过儿子。老婆，我先带明明去医院。医院里，阙明在路上折腾累了，已经昏睡过去。医生拿着体温计过来，看到被裹得严严实实的阙明，眉头瞬间凝成了一个川字。体温多少？不知道，走得急。护士过来，把阙明身上的体温计递给医生。40度，你们是怎么当家长的？小孩都烧成这样了，还用被子给他捂着，你们是想把他直接烧成傻子，还是想让他热惊厥啊？赶紧物理降温，马上安排打点滴。跟在后面赶来的胡燕正好听到这话，顿时不乐意的小声嘟囔：你说的轻巧，这孙子又不是你的，你当然不怕他着凉了。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自己不心疼吗？是，医生，您说的是，我们下次一定注意，求求您，快救救我儿子。冰凉的药液顺着输液管缓缓滴进阙明的身体，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阙明的体温依旧居高不下，人也一直在昏睡中说胡话，手脚还时不时的抽动一下。阙德着急的对着门口大喊：医生，我儿子还是没退烧，他好像更严重了。医生从门外赶进来查看阙明的情况。情况不对，不像普通的高烧，先去抽血化验，看看是不是病毒感染。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，阙德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在地上，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恐惧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。他总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，他在想是不是和这次的借命有关。医院走廊里，阙德颓然地坐在冰冷的长椅上，双手插在头发里，满心都是自己的儿子。刘玉一瘸一拐地扶着腰走过来，脸上写满了焦急。老公，明明怎么样了？烧退了吗？阙德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疲惫和恐惧。没退，医生说情况不对，抽血化验了，还在等结果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在楼下准备打车过来，手机 APP 叫了半天没一个接单的，好不容易等到一辆空的士，刚招手就被人抢了，一连几辆都是这样，我这腰扭了，最后硬是拖着腿走过来的。刘玉的抱怨像一根导火索，点燃了阙德心中积压的烦躁。这时，胡燕拿着一张缴费单从护士站那边走过来，脸色难看的像锅底。别在这唉声叹气了，医院催我们交钱了，先交500。阙德下意识地伸手摸向裤子口袋，摸了个空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我的手机，我手机不见了。他站起来，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一遍，空空如也。没了，肯定是刚才太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了。用我的付。他刚拿出手机，屏幕闪了一下，然后彻底黑了下去。没电了，刚才打车的时候还有电啊！一瞬间，两个人六神无主，齐刷刷的将目光投向了胡燕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也没钱。胡燕从兜里掏出一个老人机，她翻开电话本，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变成了窘迫。只能打电话借了。胡燕走到走廊尽头，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电话。她的声音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，慢慢变得低声下气，最后变成了乞求。喂，二嫂啊，我是你大姐。哎，对，手头有点紧，你看能不能？喂，他三叔，是我，明明病了就周转一下。什么？你们也困难？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得到的回复几乎一模一样。他们家借命续命的阙德氏早就在亲戚朋友圈里传遍了，谁都怕沾上这家的晦
晦气。最后，胡燕只能打给老家一个不知情的远房亲戚，磨破了嘴皮才借来了500块钱。胡燕拿着手机走回来，把手机往阙德怀里一塞，先交上500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妈，你说今天这么多倒霉事，一件接一件的，会不会跟这次借命有关系？你胡说什么？不会的，大师都说过了，绝对不会有错。之前给明明借命，不也出过点小事吗？后来不都好了？你别自己吓自己，我们这都是为了明明好。难道真的跟那个小子有关？他当时一点都不着急，是有点不对劲。不可能，我得信大师，要不是大师，我的乖孙早就没命了，一定是巧合。正在这时，医生拿着报告走了过来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不是普通病毒感染，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检查。你们先去办住院吧，孩子需要留院观察。住院2个字像2座大山压在了阙德和胡燕的心头。胡燕留在医院守着，阙德扶着刘玉先回了家，准备拿些换洗衣物和吃的再过去。阙德用钥匙打开家门，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煤气！他一把推开还愣在门口的刘玉，一头冲进厨房。阙德手忙脚乱地关掉煤气总阀，然后把所有的窗户都推开。怎么回事？煤气怎么会开着？我们走的时候我记得关掉了啊。浓烈的煤气味还没完全散尽，阙德和刘玉惊魂未定。突然，滋啦一声，两人头顶的灯泡闪烁了2下，光线忽明忽暗。腾一声脆响，灯泡炸裂，玻璃碎片四溅，整个屋子瞬间黑暗。啊，老公，怎么了？这是白天的惊吓，身体的疼痛，对儿子的担忧，在这一刻彻底引爆了他的情绪。他只觉得腰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整个人软倒在地。阙德在黑暗中被吓了一跳，本能的想去扶刘玉，脚下被沙发腿一绊，整个人向前扑倒。他的额头擦着坚硬的茶几角划过，只差分毫就可能头破血流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老公，我早就说了，我们不该这么做。邻居们都说这种借命的法子会遭天谴的，现在报应来了。阙德从地上爬起来，额头传来刺痛，心中的恐惧和烦躁也达到了顶点。你闭嘴，我们没有错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明，只要明明能好起来，什么都值得，什么报应不报应的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。一墙之隔，我正悠闲地喝着可乐，隔壁的尖叫、巨响，还有那绝望的哭嚎，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这15年阴气带来的霉运，现在都还只是开胃小菜。厄运会像瘟疫一样，先从借命人最亲近的血亲开始，一点点腐蚀，然后逐渐扩散，直到把整个家族的运气都啃食干净。我晃了晃杯子里的冰块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这才刚刚开始就受不了了，别急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阙德带着准备好的食物和换洗衣物，再次来到医院病房里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胡燕正趴在病床边，看着昏睡中的孙子，浑浊的老眼里不断涌出泪水。他伸出布满皱纹的手，轻轻抚摸着却明滚烫的脸颊。我的乖孙，我的明儿啊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！只要你能好起来，让奶奶做什么都行，拿奶奶的命去换都行啊！阙德站在门口，看着自己母亲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他走进去，将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。妈。胡燕抬起头，看到儿子额头上的擦伤，愣了一下。你这头是怎么了？阙德把家里发生的煤气泄漏和灯泡爆炸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胡燕听完，脸上的悲伤迅速被惊恐和凝重取代。不行，我得找时间再去见一次大师。他话音刚落，病房门被推开，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。病人家属，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，高烧一直在反复，我们用了好几种方案，也只能暂时把体温稳定住，但病因始终找不到。我建议你们还是带孩子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看吧，他们的设备和专家更多，或许能有办法。去大医院，钱呢？我放在股票里的那点积蓄，今天下午看的时候已经全线飘绿，亏的底裤都不剩了。我们家现在哪里还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？医生，我们再观察看看吧。家属，你们之前的预缴费已经用完了，如果还要继续住院，请马上去把费用续一下。阙德低下头，目光落在缴费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上付5000，我现在连500都拿不出来了。他紧紧捏着手里的单子。妈，你先在这看着，我去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，预支一下工资。妈，钱交上了。知道了。阙德一来，胡燕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几十块钱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医院。他没有回家，而是钻进了一条黑暗狭窄的小巷。巷子深处，一盏昏黄的电灯泡下，支着一个算命摊。一个戴着墨镜、留着山羊胡的干瘦男人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他就是胡燕口中的大师。
胡彦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踉踉跄跄地冲到摊前，一屁股坐下。大师，你快帮我看看，出事了！大师缓缓睁开眼，墨镜后的眼睛看不出情绪。我们家明明病得更重了，高烧不退，总说胡话，家里怪事不断，有时煤气泄漏，有时灯泡爆炸。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都是按你说的法子做的啊，为什么会出这么多事？大师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胡彦，然后他的视线慢慢上移，仿佛穿透了胡彦的头顶，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他原本悠闲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甚至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身体。你的头顶好重的黑气。胡彦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顶。你这次借的是谁的命？就是一个在公园里的小年轻。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这人的命不是你能借的。大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这借命没几天吧？是啊，就前几天的事。几天时间，你头顶的阴气浓的都化不开，看来这是从娘胎里就带着的。这人天生就是脚踏阴阳两界，常年和那些阴物打交道的命格。他是个阴人，你们怎么会招惹上这样的人？胡彦这时候想起江芷当时问他是不是确定要借命的表情，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平静。你们需要的是阳寿来补，你现在等于给你孙子借来一道催命符，借来的是阴命，这阴气缠身，只会加快他的死期。不只是他，你们全家都得跟着倒大霉。胡彦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师，你得帮帮我们啊！这法子是你教我的，都是你教我的。我可没叫你找阴人借命，现在叫我帮你，我怎么帮你？你这是自寻死路。胡彦彻底崩溃了，跪倒在地，抱着大师的腿哭喊：我求求你了，大师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加钱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求求你救救我的乖孙！别碰我！大师一把甩开他，惊恐地站起来。这浑水我不敢趟，我也解决不了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胡彦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大师落荒而逃的背影，脑子里只剩下那句加快死期，连累全家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骨头，只剩下一滩绝望的烂泥。胡彦失魂落魄地走回医院，他推开病房门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精气神，面如死灰。阙德和刘玉都在病房里，刘玉则坐在床边，守着依旧昏睡不醒的儿子。看到胡彦的样子，刘玉和阙德都吓了一跳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胡彦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到一张椅子旁，身体一软，瘫坐下去，双眼空洞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孙子。妈，你去找大师了，大师怎么说？明明他到底是怎么了？胡彦的嘴唇颤抖了半天，才发出一个破碎的音节。大师说我们借错命了。借错命了？什么意思？大师说我们这次找的那个小伙子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个阴人，天生脚踏阴阳两界。我们给他借来的不是阳寿，是催命的阴气。阴人、催命这几个字像一颗炸弹，在狭小的病房里轰然引爆。刘玉浑身一颤，她猛地回头看向自己的丈夫和婆婆，积压了整天的恐惧、委屈和愤怒，在这一刻彻底决堤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！我当初就该死死拦着你们，现在好了，遭报应了。他冲到阙德面前，用拳头捶打着他的胸膛。你听到了吗？不仅明明的命救不回来，我们全家都得跟着他一起赔上，都是你们害的。阙德任由妻子捶打，他整个人也懵了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只剩下全家陪葬4个字在回荡。他抓住刘玉的手，通红着眼睛转向自己的母亲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之前明明确实有好转，这次只是运气不好，借错了命，我们没有错。对，只要明明能好，我们就没有错。你们清醒点，现在明明马上就要没命了。明明会有救的，一定有。妈，大师有没有说怎么解？他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胡彦缓缓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是死一般的绝望。大师说他帮不了我们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小伙子，求他把命收回去。胡彦的脑海里瞬间闪过江芷那张平静的脸和自己当初那副嚣张跋扈、不可一世的嘴脸。他指着人家鼻子骂，现在要去求他。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阙明微弱而滚烫的呼吸声和刘玉压抑的抽泣声。
我去找他。刘玉停止了哭泣，她擦干眼泪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眼神里是豁出去一切的决绝。她看着病床上脸颊烧得通红的儿子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你疯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同意？你撒开手，不去就只能等死。去了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要去。这是救我们儿子唯一的办法。刘玉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吴燕呆呆地看着决绝的儿媳，此刻她心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悔恨。为什么要去招惹那个年轻人？深夜，卧室里一片漆黑，刘玉睁着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，一遍遍预演着明天的场景。明天要怎么开口？直接跪下道歉吗？他会接受吗？我记得他在楼下见过几次，看起来很安静，不像那种不讲道理的人。对，只要我态度够诚恳，只要我哭着求他，他一定会心软的吧？毕竟明明还是个孩子。阙德的脑海都是明明小脸烧得通红，在医院里抽搐的样子，还有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样子，亲戚们在电话里躲瘟神一样的语气。这段时间的倒霉和不顺都压在阙德心里，但是那些被他们借走寿命的陌生面孔，只是一闪而过。明天去的时候多买点好东西，烟酒、水果都买贵的。见到他姿态放低点，要是他提什么要求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，都答应他，钱或者别的东西都行。先把明明的命救回来再说，不就是个命格特殊点的小伙子，还能怎么样？给他点好处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刘玉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站在了我家门口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抬起颤抖的手，敲响了那扇决定他儿子生死的门。门开了，看到门口提满东西、一脸憔悴的刘玉，脸上没有丝毫意外，平静的像是在看一个送错快递的陌生人。江先生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把那个红包塞给你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明明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全家都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救救他吧！我静静地听着，既没有接他手里的东西，也没有打断他，我就那么站着，等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完。借命的时候，你们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们一共借过多少人的命？多少人？他问这个干什么？3年、5年、10几个，还是20几个？我哪里还记得清啊？我记性不好，记不得有几个了。那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居然连一个都说不出来。看着他哑口无言的样子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见的弧度。你看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后悔这次刚好借到了我的命，踢到了铁板。如果今天躺在医院里的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你会提着东西站在这里道歉吗？回去吧。说完，我转身进门，在刘玉反应过来之前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江先生，你开门啊！他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地上，用拳头捶打防盗门。我们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明明是无辜的，他才5岁啊！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要钱要什么都行，我们砸锅卖铁都会满足你，求求你了！他声嘶力竭地喊了半天，门内却再也没有任何回应。刘玉只能拿起地上的东西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医院走去。刘玉拖着双腿回到医院，他刚走到病房门口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颓然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正是本该在公司上班的阙德。老公，你今天不是应该在上班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被开除了。开除这2个字像2记重锤，狠狠砸在刘玉的太阳穴上，砸得他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哐当一声，手里的礼品袋滑落在地。怎么会这样？最近为了明明的事，夹紧的太多了，又预支了工资，老板今天就把我叫过去，让我办离职了。刘玉为了更好地照顾明明，早就辞去了工作，现在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了。我没上班了，现在你也失业了，明明的医药费怎么办？我们一家人以后要怎么办？他猛地抬起头，仿佛想到了什么。是厄运，一定是那个因命带来的厄运还在继续。老公，你在那个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就算预支工资，他们也不可能就因为你请几天假就开除你。那他呢？江芷，他同意收回阴命了吗？刘玉看着丈夫期盼又疯狂的眼神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他提了什么条件？要多少钱？你说啊。没有，他什么条件都没提，他直接拒绝了。拒绝了？他居然真的见死不救？他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去死吗？爸爸妈妈！这一声呼唤如同天籁，刘玉和阙德浑身一震，疯了一样扑到病床边。
明明，我的明明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儿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不舒服？然而，孩子接下来说的话却像一盆从西伯利亚运来的冰水，将他们所有的狂喜和希望瞬间浇灭。爸爸妈妈，为什么不开灯啊？好黑啊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一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病房里明明亮着灯。刘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难以置信地抬头看了一眼阙德，从对方的眼睛里，他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震惊。阙德伸出手，颤抖着在儿子大睁的眼前挥了挥，却明没有任何反应。明明的眼睛看不见了。这个念头击垮了刘玉最后一道防线，他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，不想让哭声惊吓到儿子，但那撕心裂肺的悲痛却从指缝间溢出。他跪倒在地，整个身体剧烈地抽搐着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阙德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强忍着喉咙里的哽咽，对儿子说：“明明不怕，医院停电了，等电来了，爸爸马上就给你开灯。”胡燕只是下楼去食堂扒拉了2口饭，再回来时天已经塌了。他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跌坐在地上的儿媳和靠在墙上失魂落魄的儿子。当他从2人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拼凑出儿子失业和孙子眼瞎这2个事实后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。妈，阙德不敢在病房里弄出太大动静，怕惊扰到刚刚睡着的明明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母亲扶到走廊的长椅上，吓着他的人中。许久，胡燕的眼皮颤动了几下，悠悠转醒。他睁开眼，浑浊的眼球里没有焦点，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惨白的天花板。阿德，我刚才做梦了。妈，我梦到你爸了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骂。眼泪从他干瘪的眼角滑落，渗入花白的鬓角。他骂我老糊涂，骂我害了明明，害了你，害了我们全家。儿子啊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可我只是想救明明啊，我只是想我的乖孙能活下去啊。阙德看着彻底崩溃的母亲，想着最近发生的事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低下头，无声的泪水一颗一颗砸在冰冷的地砖上。就在这时，刘玉从病房里走了出来。老公，妈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今天我去找江芷的时候，他问了我2个问题。他问我记不记得我们一共借了多少人的命，还问我记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。老公，你说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算上他，一共是13个，名字记不清了。13个，他们从未想过，在救明明这个看似伟大的旗帜下，他们已经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阙德正陷入沉思。3人冲进病房，阙明侧着头望着门口的方向，他的眼睛依旧睁着，却是一片空洞。我知道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孩子的第一句话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却让3个大人瞬间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这几天我虽然一直在睡觉，但是你们说话我都能听见。爸爸妈妈奶奶，你们不要再为我贱命了好不好？被你们贱命的那些哥哥姐姐，他们也有爸爸妈妈，如果他们出事了，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，就像你们为我伤心一样。他似乎有些累了，小嘴打了个哈欠。我又有点困了，想再睡一会儿，你们别吵架了。说完，他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呼吸再次变得平稳。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为孩子牺牲一切，到头来却是这个孩子用他仅剩的纯真给他们上了最沉重的一课。许久，阙德缓缓地跪在了地上，不是对着儿子，而是对着那片虚无。他抬起手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。我们3个一起去道歉，去给江先生，也给那12个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人磕头道歉。第2天，天还未完全亮起，阙德、刘玉、胡燕3个人像是约定好了一样，穿着最朴素的衣服站在了我家门口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提任何礼物，脸上也没有了丝毫的算计和侥幸，只剩下沉甸甸的悔恨和疲惫。阙德上前敲响了门，门开后，我出现在门口，依旧是那副平静的表情。3人看到我，没有任何犹豫，齐刷刷地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，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双手捧着递向我。那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名字和一些模糊的描述，比如公园下棋的老张头，3号楼爱跳广场舞的李阿姨，之前住在对门的租房小伙。江先生，这是我们这3年来借过命的所有人的名单，有些我们实在想不起名字了，只能写下他们的特征。我们错得离谱，我们被猪油蒙了心，为了救自己的孩子，去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我们不是人，我们会拿着这份名单，一家一家的去登门道歉，去磕头认错。我们不求您的原谅，只求您能大发慈悲，救救明明。他还那么小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。
我的目光扫过那张写满了罪孽的纸，又扫过面前这3个被绝望彻底击垮的人。我厌恶这家人的自私和缺德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股浓烈的阴气若不收回，长久盘踞在此，会扰乱整个区域的磁场，引来更多不干净的东西，牵连到更多无辜的人。就他可以，但有条件：第一，拿着你们的名单，先去向每一个人真心实意的道歉；第二，回家把你们请来的所有用于借命的阵法、符纸、道具全部烧掉，一点不留。等你们做完这一切，我会收回我的阴命。我们马上就做。谢谢您，江先生。3人疯了一样冲回家，找出那个大师给的所有东西，画着诡异符号的黄纸，浸泡着不明物体的瓶子，还有那个摆在角落里的小阵法。他们将所有东西都扔进一个铁盘里，点燃了火，熊熊的火焰升腾而起，将那些罪恶的源头吞噬殆尽。也就在火焰熄灭的那一刻，医院里阙明的体温奇迹般的开始下降。接着，他们拿着那份名单，敲开一户又一户的门，在别人惊愕、愤怒、鄙夷的目光中，一个个道歉。有的人破口大骂，把他们赶了出去；有的人冷眼旁观，不发一言；也有的人叹了口气，挥挥手让他们离开。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一颗被反复鞭笞的心回到医院时，奇迹发生了。爸爸妈妈、奶奶，你们回来了！那一声清脆的呼唤，那双重新映出他们身影的清澈眼眸，瞬间击溃了3人所有的防线。明明你的眼睛。阙德和胡燕也冲了过去，3个人抱着劫后余生的孩子。几天后，阙明康复出院，阙德一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明明再次来到了江志家门口。这一次，他们是来道谢的。江先生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看着被父母牵着手的阙明，你们的道歉完成了？完成了，每一家我们都去了。以后每天做一件善事，无论大小，用善行为他积攒真正的福德吧。我们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告别了我，阙德一家3口走在小区的阳光下。阙德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他们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。今天的天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蓝，都要亮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也抬头望向天空。因果循环，害人终害己，阴德一损难积。我是阴人，但我也想看到这世间安乐。